现在里面都有好料的啦，so 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sofa bed。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装 aircon？ So for 我来讲，它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家来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OK Trevor， 我是阿汉，我是嘉轩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开箱节目。这次开箱的房车比较特别，因为是我们的房车，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视频，我们好像还没有一期是很 detail 的介绍我们自己的房车，然后再加上昨天刚好有一个采访，然后我也收拾了我们的房车，所以现在应该是最好的状态，最干净、最整齐。直接开箱给你们看，1石2鸟，Let's go！ 然后呢，这一辆呢就是 Maxus V80，可能 Maxus V80你们没有听过，它的华文名叫上汽大通，可是你们一定会有看过它的前身，就是我们是跟马西诺买的，就是一个面包的品牌，对，然后你们在路上应该有看过的。然后它是一个2.5 Turbo 的 engine， 它是 manual 的。然后现在就看里面是怎样的，所以里面就是比较 basic 一点的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面包车面包车，然后它是一个2014年款的嘛，2014年它是2014年的车，然后2016年才上路，所以到现在有7、8年的车龄。它的这款的车饰就是很 basic 的，就是一个方向盘，然后这个是 manual 的，它是 manual 车，然后就是我们自己过后有自己加装了一个 monitor screen， 然后这个就是该有的就有什么了，然后这是手压咯，然后这个我们还有自己加装这个烟头可以插电啊，就是路途的时候。还有我们的 dashcam 是可以插电，什么都可以。然后这边可以放点拉杂的东西，这边也是哦，这个很好用，这个是调后面 aircon 的开关，因为一开的话后面的 aircon 就很凉，呜这样吹住你很爽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放一些杂物的东西。OK， 还有一些更多的杂物，储物柜。然后that's all。其实我驾这辆车啦，我觉得这辆车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自己觉得它还蛮省油的 ，compare to 其他的车，因为我觉得一辆2.5 turbo 的车可以跑500 km， 我不懂啦，就是我觉得跑500 km 我觉得是蛮省的，而且我也是问过其他的人，他们讲还蛮不错，还蛮省的这样子，因为我这辆就是打diesel的油食车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正门，我们的房车正门，这个镜子是 Maxus V80 Original， 我们直接从 Maxus V80 买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自己从罗里的车头拿下来的，我们自己割了过后自己弄不上去。对，这个主要是不能开，可是它可以多一点采光啦，看起来车比较亮。是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想弄那个房车的车镜，可以推出去了，对，可是有点贵啊。那时候很贵，现在应该很便宜哦。是 OK， 然后上面就是太阳能板哦，我们有3片太阳能板，然后这个就是户外灯，我们后面也是有一个户外灯。OK， 现在带你们来看看里面，这是我们的正门，欢迎光临。OK，First of all，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楼梯，因为这个给嘉轩来讲太高了。太高了。是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做那个什么 insulation 啊？对，隔热，这个隔音啦。是，所以还没有收边。然后上车的话呢，就是这样的。OK， 这是整个大概房车的布局。OK， 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客厅。就是平时我们就是在这里吃饭，在这边看电视、看 laptop、看戏啦。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客厅？因为这个椅子啊，看得到吗？这个椅子呢，它是可以转回来的，所以就会增加这整个活动空间。我来转一下，我们转这个椅子也是比较manual 的，然后也比较费时一点，这样转。OK， 然后还卡到了，现在要再转。然后这个也是后期自己 DIY 的，本来是预想着2个椅子都可以转，结果只转得到1个，因为 handbrake 卡住了。我们的那个驾驶的这个椅子这边卡住了，我们的驾驶这个椅子卡住了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这样子，他坐对面，我坐这边，然后就变成我们有一个蛮大的客厅，这样子360度转的。然后平时对，我们平时就是会拿这个配上这个桌子上来。这样子哦，是，然后如果你可以热的话，那边可以开窗，所以就可以看这个风景，做自己的东西，看书啊，whatever 都行。是，所以这就是大概客厅的样子。我们是比较少朋友啦，在路上，so
通常都是2个人到3个人，所以就一个坐那边，然后我跟阿涵坐这边，就朋友可以聊天，讲话这样子啦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桌子其实是可以拿掉的，也是一个蛮耗体力的。是。OK， 这个裁掉了，然后这个也是可以裁掉的。很难拆。为什么我要摆这个？这个是我们拆下来的结果，可是我们应该很少拆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桌子其实给我们来讲很好用。当我们会拆的时候，就是要载脚车或者是载人。对，因为我们曾经有载过2辆脚车，就是在路上遇到的。是。它拆了的话，这边整个空间就大了。因为我们本来是打算呢，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sofa bed，来，请展示一下 sofa bed 啊。可是从来没有睡过人，因为我们的车真的是没有接待过任何人。sofa bed， 我都忘记掉这个功能了。那时候设计的时候是想到好像很完美啊，后来好像不太实际。是 sofa bed， 你看是这可以拉出来的。对，我们的这个可以拉出来，可是你看我们连脚都没有做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想着这个拉出来，然后前面的椅子可以转回来，这样就变成一个差不多170、180那么长的床。结果我们就荒废了这个地方。可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。可是我在想以后这个地方做一个角，它可以变成一个很长的沙发，我们就可以招待人了。可是你这个桌子就不被要拆掉哦，就是要拆成做角一个，然后这个变成一个。是，所以也是我们幸好我们有design这个桌子是可拆卸的这样子啊。比较多可能性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桌子拆，其实老实讲，我们拆了应该只是30秒，不到1分钟的一个时间，只是。我们还是不要拆，因为也是麻烦。对，我记得以前一个 video 有讲过，只要超过30秒的话，你可能都会懒惰去做。是，所以我们的很多后来的 design 都是 fixed 的。是 ，OK。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拆了这个 sofa， 然后就给你讲一下这个电力系统。对 ，sofa 的底下呢，就是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，有 battery、有 inverter、controller 都在这里。这个其实是一个，我自己觉得啦。compare to 其他人啊，我的这个算是很简陋啊，就只有一些这些 breaker breaker 可能看住罢了，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借，就是可能安全有顾到啦，可是就是一个蛮普通的一个接线。还有很乱，你看、很乱，那个洞钻到，这是我们学习的结果。是钻错钻破乱钻都有。来，请介绍一下你的电力系统，因为这是你负责的盘。OK， 我们的电力系统我们有3片太阳能板。然后1片太阳能板是150瓦的，然后这个所以总共有450瓦的太阳能，然后这个是 controller， 然后这个是 inverter， 下面有 battery， 我 battery 有400Ah 的电池的容量，然后假设啦，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冷气，所以我们的耗电量其实不是很大，我们有试过就是8个晚上还是9个晚上，我们的电池才完全没有电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太阳 charge 它。那时候我们在格兰丹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那时候天阴阴，然后没有什么太阳 charge 到电。可是还是足够维持8到9天。对，8到9个晚上，这是最长的记录。而且我们的冰箱是24小时开住的。然后 inverter 也没有关，就是24小时开，就是只是我们没有冷气。可能有冷气啊就不同了，可能有冷气就是1-2个晚上就要 charge 了以400H 的容量啦。是。我们有3000瓦的逆变器，然后这个逆变器是给家里电的，就是按了过后，我们这边就可以 charge 电话电啊、电脑电啊，就是任何家里的电都可以 support。对，把它的 maximum load 就是3000瓦。可是我们也没有用过这样3000瓦的东西啊，就是我们最多就是吹风筒，还有热水器，1000瓦到1600左右，这是最高的。对，我们也没有去 maximum 去 load 它3000瓦。其他大电器像 oven 啊那些我们也没有啊。是 oven 还是 oven？oven， 讲错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哦，你可以看我们的，这是我最自豪的一个design， 我觉得很丢脸一下，就是因为我这个前面第一个就是开前面的灯罢了，对，后面的那视力是没有开的，分开来看，噔噔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电可以省电的话，我们可以关掉前面的，只开后面的，然后我们在后面上面就是看书啊这样子。
然后如果我们在前面做工，我们就开前面的，关后面的。可以分呐、这个我觉得是个我们那时候做的很对的 decision，、因为可以省电，然后有时候我们不想要那么亮。对，讲是讲 LED 灯省电，可是你开了这样多，用久还是会耗电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外面的那个户外灯哦，2个户外灯，就是那个水泵。听到？OK， 然后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装 aircon 啊？然后晚上睡觉不会热嘞？我是觉得我们这边有2个换气扇，你看到吗？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还有2个这个 portable 的风扇，还有一个这个摇头扇，所以暂时其实我们不是很怕热的人。Of course 有 aircon 是更好，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去海边啊，然后晚上有海风吹，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有装 aircon 的话，我们还要时不时进营地去 charge 这个电池，给我们来讲觉得是可能不是一个好很长久的方法啦。毕竟我们是住在房车上，可能1个月到5个月，甚至是更久的。对，所以给我们来讲，如果每几天要去找营地 charge 电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不自由嘛，我们房车就是要自由。OK， 然后有2个换气扇就可以对流嘛。OK， 然后我们有2个换气扇，就是可以一个排风，一个进风，就是可以对流的那个风扇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2个门都可以打开，你看到吗？对。啊，风扇的门都可以打开。对，自然风可以这样 boom 对，你看头发。是，没有啦，自然风可以带出去啊，把热带出去这样子。连后面的门也是可以打开，所以就全部门都打开的。当然，下午很热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待在车上啊。我们是去 shopping mall、去 cafe、去哪里去剪 video、去避暑就对了。然后晚上这边就会凉凉了。像这里我们的厨房呢，这边就会有放这个扣住，不然哦，当我们在行驶的时候，它会就乱跳，它会掉出来，会抖出来。看这个我们的冰箱也是有放一个 lock。对。然后这个厨房就是该有的都有，柴米油盐呐。你看我们锅碗瓢盆，还有锅发的啊，是有养生的。米饭啊这些零食都有。是。然后冰箱的话是用脚开的。你看冰箱我们开的话就是比较麻烦，就如果以后你们有坐房车的话，你要记住，因为我们的上面的这个它久了，它太重了哦，它就会有点沉下来。然后我们就量到很 fit， 就变成它现在会卡到。是。冰箱是一个差不多30。还有芒果，哇，这个人太不尽责了。等一下拿下车。平时都会开着啦，可是现在因为省电，只是芒果吧嘛，我们就没有开咯，就是这个省电啦。这个好像是没有错，好像是70多瓦是吧？对，总共它耗电量是70 多瓦，忘记了。其实 OK 的，可是你要长时间开，24小时开哦，它就会比较耗电，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，整个车很热嘛，它要花更多的电力啊，会 keep 着它的冷，所以它会比较耗电在下午的时候。那它有 eco mode 啦，所以还是 OK 的。你看推进去我们就比较麻烦了，推。OK， 你看就被这样顶起来哦。在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储物空间，我们垃圾就放这边哦。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收拾全部东西啊，因为我们还有电饭煲，还有个火锅炉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 mini size 的电饭煲，for 我们2个人到4个人吃饭 OK。当然还有我们的火锅炉，还有煲汤的，就是 for 我们日常用还是 OK。可是我们通常这个因为这个还蛮耗电的，那火锅炉 so that 我们都是用这个 gas 的先，除非是真的是要煮很多东西，或者有客人来了，那我们才会用到这个。可是用那个电的，我觉得相对的环保还有省钱一些啦。在有电的情况之下，它差不多耗电量是700到1000 W。有1000W 蛮高的，就是如果它开负的话。OK。所以厨房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洗手盆、洗衣液。如果你问我厨房有什么要改进的话 ，as a 使用者，我会说这个洗手盆可以大一点。如果你们下次有设计，没有，我觉得它可以大一点、深一点。我觉得这个已经够大够深了，反而觉得是这个东西收边会讲收是个问题。是，因为我们这就是房车生活。然后这东西就哒掉下去。没有啦，因为没有放好。我给你展示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心不够大。如果是有煮饭的人，可能他们就懂。就是如果你要洗这个东西，
就然后有一点点小啦。我自己使用过后，我觉得是有点小。是。然后我觉得有个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头，它是可以移动的，然后可以换头，它就是可以这样子移动，就是可以花洒，可以改变那个喷水的方式然后啊。对它方向也可以变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一个 design。是，这是我们在哪里买的 DIY。Mr. DIY。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放在这边会更好啦，这样的话你这边洗菜啊什么不会碰到床，因为我有时候我在这边洗脸会碰到床，可是这个是微汗睡的位置啊，所以不用。可是我有一个我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会放在这边，其实芯放在这边，因为如果芯放在这边的话，我们煮东西就在那边，这样烟就出不去。我们在煮东西是煮在这边，所以烟就可以出去外面。对，就好像在这个小小空间，你要选你要油还是你要水，所以我可能那时候我们选的是水啦，是，或者是边可以做一个板啊，可是就觉得这边卡住头，所以房车就这样还小嘛，所以要去慢慢寸土寸金啊。可是你要慢慢去熟悉啦，你就会慢慢 upgrade。接下来到我们的厕所，很多人来到我们房车就讲啊，你这车上有厕所吗？ada bilik air呢？其实是有的，就是它是一个蛮简陋的。我们做了一个差不多半开放式的啦。当我们停下来要冲凉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刚好就上完全部隐私帘了嘛，是看不进来的。然后example like this 啦，就是啊，遮住哦。是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冲凉。是，有人会问，这样子这边不会碰到水的讲，其实我们就这边可以架住啦，啊，架住就不会碰到水。那因为我们收发用到觉得还 OK， 然后那时候会选这个 design， 会做这样子东西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个整个车看起来更宽敞，是更宽敞，不是好像很密集这样子啊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半开放式的厕所比较容易做比较容易做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整个full的嘛，是。然后想到你要在里面放储物那些也会比较困难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个 design 咯。是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冲凉的话，这边就是我们的花洒头咯。对，花洒。这样子。水还是蛮大一下的哦。然后我们就会放在这边，这边呢，然后围起来就可以冲凉。然后它上面就还有个换气扇，当这边有 fresh air 有点味道的时候就可以呀，you know 的。然后就是厕所，厕所其实很多人很好奇房车上的厕所是怎样 work 的。其实它是很简单的，现在里面是有好料的啦，so treasure 有保障在里面。就是你上了厕所，你就冲水。看我们还有加那个蓝色的那种添加剂，就给它让它香一点点没有这么多味道。是。然后就拉出来，它就漏下去了哦。对。所以它底下就会有个叫做黑水箱。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拿去厕所倒掉。这个是很好的榜样，上完厕所要洗手。通常是上1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这边上。如果是比较大的生意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在车上上，因为后期要处理会比较麻烦，除非是有什么紧急情况。然后我们通常是要做大生意的话，就会跑去公共厕所、油站、找公共厕所。对，因为要处理还是比较麻烦。像我不喜欢在这边上，所以我还是会去公共厕所。然后它会有一个降解剂在后面，大家可以给你们看，它就是会让你的生意变小，对，生意变得碎碎的，然后就倒的时候没有那么重的味道，也成为水状啊，就还 OK 啊，容易倒啊，就方便倒的人处理。是，这时候不会问我，因为我可能只倒过一次，有个人倒过很多，每次都是他倒了，应该这样讲。来访问一下，来，每次倒这个的人有什么感想？我的感想就是水不要喝太多啦，很重的嘞，就是倒了。我给我来讲，因为我是还好嘛，我对这些臭味啊这种我是可以比较接受的。嘉轩就是有点洁癖，他不能接受的。可是你觉得会很麻烦吗？处理这个东西会让你？老实讲，我觉得房车生活就是麻烦啊。你不会讲房车中看一间家什么东西都给你好，电无线，水无线，然后过后下水道啊，就帮你弄底下好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体验房车的一个东西哦，就是你要体验 take 啦，就是因为它给你方便，可是你这个你还是要处理啊，因为应该要讲，人家房车给你自由嘛，可以给你到处走去看世界，然后这个导就跟着你哦啊，导夜箱这种东西就是给你看世界的另外一个代价吧，代价有点重是。
现在在我们介绍床，床也是有很多人问，这样小的床够睡咩？然后然后头会顶到吗？脚会顶到吗？我是差不多1切多啦哦，所以给我来讲，我是肯定没有问题。你看啊，这个车的长度应该是有180，180，你看我都还有位置，是翘脚，哎，都还可以哦。然后过后你看这个床呢，给我是还好，你看我这样躺下去，它是可以睡平啊。是，来看它的脚，你看我的头这边还有头还有位置，一点点的空间，这样子的空间，脚也是有，脚还有一点点的空间。嗯哼。So 的，我觉得给我来讲还蛮舒适的，因为你看我比较大只，然后嘉轩就睡这边比较小只。是，我们的床大概好像是180长，然后120宽，就是比 Super Single 再大一点，可是比 Queen 小。是，我们2个人是足够啦，for 3个人是 impossible。一肥一瘦，睡到刚刚好。有看过一种 design 是 sofa 的，对，它就是平时它是有个桌子，然后旁边是 sofa 的。然后我们为什么没有选那样的呢？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不是那种很勤劳的人，每天都要折被，每天都要去弄床、去整理，把桌子变成床的人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直接一个 fix 的床。对，我们来讲是收发用的还蛮，我觉得是啊，因为很爽，还蛮清新的，不用折被。我们平时是不折被的，老实讲啊。对，平时那些要把这条变成走廊，因为他们想要直接有一个走廊这样子可以走到尾啊，然后后面是 sofa bed 嘛。对，他们就是这，然后可能这边放桌子，然后这边放沙发，这边放沙发，然后当他们睡觉的时候，他们把桌子拆掉，然后把那个沙发铺平，拼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很大的床。是，给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底材是最好，因为我每次如果家很累的话，一摆按，然后就直接躺住，直接睡下去了，就是很爽，这个是很爽的一个底材。而且我们的床呢，因为选了这个底材，我们真的是买外面卖的床，这个是 IKEA 买的床，然后它蛮厚的，可以给你们看，看我的手。然后我们是自己割，因为没有 size 啊。对 ，so for 舒适度的话，我觉得这种会比那个拼贴的床来的更舒适啊。for 我们长期想要住在房车上，因为没有比较实际，对，它是现在没有缝隙的。不要讲我们骗你来，我们现在2个人躺下去，我们现在2个人一起躺，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效果是这样的。OK， 我先上吧。现在我们试下2个人躺在这个床上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2个人是如何 fit 这张床的。然后我们2个人就是现在躺在床上就可以 fit 2个枕头啦，收发是不会怎么样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阅读灯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可以这边看书，可以这边怎样都可以。很好笑的这个角度。OK 啊，其实还蛮，你会挤嘛？老实讲，睡觉的时候。不会挤啦。可是我们就是不可以翻身，可以啦，也翻一边哦。啊，翻一边。当然是不能滚过去啊。啊，滚过去就咚跌下去了。边帽啊。是。床的2边就是有阅读灯哦，我们来讲还是蛮方便的，然后是可以调它的亮度。大致上床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床的上面呢，很多人就会问，这个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车本身的 aircon， 就是这个 aircon 呢，我很庆幸我没有拆掉，因为啊，它吹出来的风很大很亮，也没有拿东西来 cover 它，因为我们有想过，这个 aircon 黑黑的嘛，很丑，对，想要拿一个木这样子 cover 住它，可是我们曾经有做过那个 box 来去美化这个东西啦，可是后来我们发现，影响到它出风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实际一点吧，不要考虑那么多美观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拆掉，然后让它风就整个从这2个口出来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收纳空间，因为我们是真的是住在这个车上嘛，所以讲我们的东西都放在哪里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在这个床底下，看得到吗？这个厨也不是我们做，就是买现成的，然后就放我们的衣服咯，然后吹风筒啊，一些个人的用品，然后后面真的是很多杂物，带你们去看。我们先从车里面开始，然后我们 for 我们的墙壁，我们就放了很多这个 IKEA 的收纳板，叫收纳板嘛，然后这边就挂了 tissue 啊。一些我们平时用到的器材，拍摄的器材咯，然后这边可以放很多那种小小的杂物零件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放我们是的 tissue 啊，消毒纸巾啦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也是做到一开始我
加权做旧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怎么做要做这个放布的东西，诶，没有想到也是可以放这些东西。我们也很多 cable， 因为你住在车上哦，你真的是想不到你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是很多 cable。我们之前也是有想在睡觉的这边上面做一个橱，可是后期我们自己想哈，有一点 heat 吧，就感觉很拥挤啊，压迫。我们平时会在这里看电影，对，就是放一个电脑在这边看电影，是，然后就变成这个空间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如果用掉。然后为什么连这边我们也不装呢？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睡这边，对，因为车当你的路不平的时候，你需要有时候要转换一下你的睡的方式，不然你会不舒服，脑充血这样啦。所以我们才没有选择做2个橱在床这边。就让它空间看起来更大一点，更美。然后墙壁的2边就是收纳咯，还有这一塞，这边呢就是我们洗漱用品啦，然后 mask 啊、擦脸的啊、棉花棒这些。我觉得 so far for 我们自己的个人用品，for 我的话是足够了，因为女生嘛。是。然后还有镜子。So for 我来讲，它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家来的。还有一个储物空间是在门的上面这边，对，就这边啦。这些是放很多，真是很多杂物啊。这个是防蚊液啦，那个镜子的那雨刷的水啦，lotion 啊、粉啊、香的东西啊、书本啊、相机的东西。对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这是个家来的。没有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我就是这上面有我们生活过的痕迹。还有这里就是阿汉放衣服的地方哦，因为 for 我的话，我的高度不够啦，所以 for 阿汉是刚刚好的。然后这边都是放他的衣服，我们通常会带10套的，我们差不多2个星期会洗一次衣服啦。有这样多吗？差不多啦。如果你衣服带多一点的话，就不用这么勤劳洗了，都是去躲避啦。是。把收发 for 我们的衣服还够放。这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空间，是，而且我们这边我想它也不会影响到更多这个东西可以放更多东西。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窗帘布啊，这窗帘布也是蛮不错的底材，就是你可以迅速的拉起来，然后过后好像在R&R你不想要上隐私帘，前面隐私帘不想上，就是直接拉这个窗帘布，然后就直接睡，对，人家也看不进来啦。老实讲，就 for 一点点很快速的 privacy 是完全足够的。是。来到后面的这个很大的储物空间，就是有我们平时用的背包，然后露营的东西。我们太乱了，想要去露营，可是暂时还没有，因为坐在这个车上还是蛮舒服的。有帐篷啊，那个睡垫啊 ，camping 的桌子椅子。是。然后这一塞还有一个热水器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有。1000瓦的热水器。15 L 吧，它热水器比较小，够1-2个人用啦。其实给我们来讲是足够的，开一次5分钟就够我们2个人使用。然后我们的水泵就放在后面。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如果大家要做这个水的系统，还是做在比较容易 access 的地方比较好。比如你要做维修啊，你要检查有没有漏水的话，比较容易。不要再做到太隐秘的地方。是，太里面的话，像我这样比较身材比较大致的人，就比较难爬进去。set 的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我会负责维修这边的东西哦。然后在这一塞就是我们喝水的瓶子，我们通常就是去那种饮水机的地方装，跟丢那个钱币，这样子我们有2个啊，可以耐我们差不多1个星期都不需要续烦了。然后这边还有水袋，如果你住车上真的我也不懂要怎样解释，它就真的很东西然后就是这个是装清水的水袋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车离那个水坝有点距离嘛，一定要有这个啦。对。然后这就是排污水的，就是当我们的冲凉了的水，我们要把它借去一个地方排掉。这个就是我刚刚介绍的，可以让那个生意碎的东西放一点点就可以，蛮不错的，而且味道很香，会盖掉那个臭味。OK。还有这边，这是一个小的洗衣机。非常少拿出来使用，是，你看前面都有，里面都有 spanner 就知道。Oh my god！ 因为它太小了，小到好像真的洗不到东西。然后住在房车里面，我们也会随身带一些维修的工具这样子。这个就是一个工具箱哦，什么螺丝什么都有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，它有那个 drill 啊，各种各样的。是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想不到什么东西会坏掉，真是每天都要有这个比较方便啊。太可怕了，就是这么多工具，因为真的很多东西。是，
这样我们这个车太乱了也很难打开来给你们看到。So far 后面的是这样。我们选这个design的好处就是它后面可以放很多东西。对，其实蛮高的那个高度，你看从上面到下面，其实那高度还蛮高的，可以放蛮多东西的啦。如果我们在善加利用的话是可以的哦。要整理一下。然后那个就是嘉轩放了一些他的衣服哦，对，我的衣服。这两个就是放一些杂物啦、食物啊，我们去泰国啊、老挝还是哪里啊，可能要拿的一些纪念品这样子哦。我们的水呢，就是从车底下的水箱来的，然后这个水是要差不多1到2天，我们就会去油站啊，有水的地方我们都会去装水啦。是，我们有装过人家里面 food court， 然后洗衣店，就是只要还有水坝，我们就会去问他，一下，我可以跟你买水吗？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装水的次数其实就是每天我们就会去问，对，最好是每天装啦，因为我差不多1天会冲2次凉。我听人家讲，房车旅行1天冲2次凉是很奢侈的。可能我们是比较小的房车，大家就会觉得哇，你1天冲2次很够力耶。可是如果有些人的房车是很大的，他们的水箱比我们更大，那它就更奢侈，更爽一点。Okay. 我们的清水箱呢，其实是有110升，就足够我们2个人冲4次啊，准确可能4次凉。我们那时候做过实验，差不多4次，然后煮1次饭。如果省水的话，对，还有隔天早上一些洗漱这样子。然后灰水箱的话，它是60升，就好像我们这边水洗了菜啊、洗了肥皂的水，然后它就会也是下到一个污水箱、灰水箱，他们叫做，然后就可以找龙杠啊，或者是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排掉咯。对。OK， so 我们大致上的房车开箱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的房车其实就是适合我们的生活的。你们会发现哦，每个人的房车的 design 都是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生活都习惯的不同嘛。对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话，点个关注，房车不迷路。拜拜。拜拜。